我们还是来关心对岸好了。对岸有一位外交部长最近被街头巷议，讲的是秦刚哦。昨天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中央哦已经免去了他的职务了哦，那由王毅回国兼任外长。秦刚还保留了国务委员、共产党中央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一职，也就是说，他还是在这个共产党里头的高官呐。可是他的外交部长这一职的确被拔除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哦，那秦刚他被或者是被称为最短命的外交部长，因为他仅仅上任7个月而已哦。那现在他的职务由王毅回任哦，王毅哦，那当然他年纪比较大了，老骥伏枥哦。那秦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各个外媒都在说。我们回溯一下，在7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秦刚因为健康原因缺席东协的外长会哦，对外的说法是这样。然后呢，大家有看到这一张照片，这是6月初有人拍到秦刚参加国务院第2次专题学习的时候。无精打采，整个人哦，就是戴着口罩，然后头低低的，看起来好像身体不是很好哦。他消失了这1个月哦，到底是被调查呢，还是被软禁呢，还是发生什么事呢？网络上有很多的说法哦，说他跟美女主播傅小田哦婚外情私生子被约谈啊。那傅小田这位女士，她也是双面谍，这也是外界说的，她是双面谍，可能为美国做情报工作。如果真的是这样，他是不是已经拿到一些情报哦？从秦刚身上拿到情报，然后交给美国呢？所以秦刚合理怀疑哦，外界合理怀疑秦刚因此被调查，是这样吗？讲到这个间谍、双面谍、女间谍，其实从电影啊、戏剧啊、小说啊，包括现实生活，的确都发生过。包括我们台湾过去有一名驻华的官员叫陈念慈他是国安局的人2004年那时候阿扁在任的时候，他被对美国查获跟59岁的凯德雷那个时候陈念慈是32岁，两个人有交往然后呢，陈念慈就搜集很多美国的情报，包括跟中国大陆交往的情报，还有政策都拿到了所以后来被发现了。那当然，陈念慈现在回到台湾了。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美女安娜查普曼她是俄罗斯的美女间谍，那个时候也色诱史诺顿失败还有呢包括中国大陆也有女间谍叫做这个芳芳她曾经也跟这个加州联邦众议院史瓦维尔曾经也有过一段可能包括方方面面的一个交往啊，或是色诱啊，像这样子的一个乡野传奇，或是街头巷议，蛮多的在华府那王毅回任这件事情呢，也是中共史上第一位他本来是外长，又回任王毅据说是习近平思想的坚定拥护者所以他是死忠的吗？非常非常对领导者忠心吗？很多这个外界的说法是人事的任命充满不可预测性，因为王毅现在是中共的外事办主任，是外交上的一把手，级别比外长还要高一级。像这样的回锅状况真的罕见，而且是头一遭吧，过去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秦刚被免职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有人说习近平的评价、美中的关系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到，因为秦刚是习近平任命的嘛所以可能外界会认为习近平你知人不明，视人不清视人不明那《金融时报》的评论是，秦刚突然去职也凸显出习的风险。习有风险吗？他不是大权一把抓吗？这个也是一个问号。那美国也有很多报道某种程度美国看好戏这是我们的标题，某种程度也在有一点点在这个幸灾乐祸。布林肯说期待再次与王毅好好合作希望跟过去一样。葛莱仪说私生子生在美国，失去习近平的信任所以这也表明中国的这个高官可能对中国的未来缺乏信心，从而不可接受，甚至感到被冒犯。
秦刚去了哪里？他人缘差吗？现在一坨拉鼓这样子的报道都出来了。美国的媒体说，美国外交官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会想念他觉得他人缘过去不是也不是太好。这个不过一个人的去职恐怕对中国的外交方针起不了任何的影响力相信秦刚的离开不会对中国总体外交方针带来实际的影响。真的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而已吗？还是其实有更多的内幕？问一下蔡老师。我觉得美国的媒体随便东扯西扯就算了，葛莱仪这个号称战略学者，怎么会讲起八卦？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一个像样的报纸登出秦刚的私生子是谁，过什么都是八卦杂志在扯。葛莱仪扯到这个东西，你为什么太没有水平了？要有证据才能够讲这个事情。就是这种水平的。对哈。再来说秦刚没有人想念他，我请问一下，布林肯以后下台会有人想念他吗？跟庞培奥会想念他吗？不要讲这两个了，拜登下台也不会有人想念他嘛。也是，这个什么好扯？我是美国人扯这干什么？秦刚在整个传言里面他这个卸任这个外交部长，不外乎是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健康问题，是；第二个原因是受到感情问题，第三个原因是所谓纪律问题，就比较严重哈。但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运作体制很明显的应该是健康问题，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如果有风纪问题的话，感情问题，不可能会留任一个。他有2个官位，官位比较高的是国务委员，官位比较低的是外交部长。然后把外交部长免除了，国务委员还留着。外交部长是24小时上班的，需要很强壮的身体。国务委员是不需要24小时上班，就像我们台湾的政务委员一样啊，他有事来做，没有事1个礼拜参加个2次国务院的会议，可去可不去啊。所以从这个证据来讲，如果是有纪律问题，一定是国务委员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要这样判断，应该就是健康问题。那外面的风风雨雨乱传一点没有意义啊。那王毅回任是一个恰当的安排，因为今年整个中国最大的外交大戏你想想看俄乌的问题一时谁在处理？王毅在处理啊，包括那个伊朗跟沙特问题谁在处理？王毅在处理。但今年最重头戏是中美问题，那其实够格处理大概就这个王毅啊，因为习近平要到旧金山参加 APEC， 跟拜登要见面，这里面是一场外交今年最重要的重头戏。那总是找一个老将回来比较安心嘛。那因为也基本上是过渡期间，搞不好明年就找到新的外长了因为很少有这个以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去兼任外交部长，那已经跳了2级了。那个比国务委员位阶还高的所以对于这个秦刚应该可以落幕至于这个像说我们台湾说陈念慈怎么去这个摄诱美国的副助理国务卿我确定讲说，如果真的有这回事，陈念慈是为国牺牲，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的确这种隐蔽战线外交战线上金钱跟情色永远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杀手这基本上是3个，要么你当杀手，要么你当这个摄诱，要么你就金钱收买，这情报上无可避免的一个黑色地带。但有人去从事这个工作。我们不能用道德眼光把它贬义他，应该说他们为他所信赖的国家去打拼，牺牲生命跟身体。没错。这个时候你要给他一种高度的关怀。那这个俄国的美女间谍要摄诱史诺顿失败，那是他为他的国家效忠的很多的女生在这种国家最艰困的时刻里面，愿意牺牲身体、牺牲幸福来为国家去争取这些很重要的情报这个男生做不到，男生大概只能当杀手跟去送钱的那种角色而已我们不能用这种开玩笑眼袋来看他，应该用一种尊敬的眼光来看他们为他们国家效忠的一个现象。那至于我应该讲王毅来接任外交部长美国人才要头痛，这是厉害的角色所以你跟他这种讲那些有的没有的，实在没什么意义啊。而且王毅对日本也知之甚详对台湾更知之甚详。对，他曾经派驻到日本，他也做过他是标准的台办主任，标准的高手中的高手，不是吴钊燮那一流的。所以大家要这个很注意他是一个高手中的高手，没有错。因为王毅我有接触过，是有跟他有见过面，有谈的一些事情那是好多年前的事。而且跟老师一样，他的打扮也是非常的 gentleman。没有，他是比较 gentleman。他们跟同类型。
了，外表都很好看。对，很好看。谢谢你啊。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元首的外交这段时间很密集，因为下个月就是金砖5国的元首峰会了啊。对。然后9月份就集团体的峰会，然后10月份就“一带一路”会议，这是中国的主场外交，会邀请20-30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大陆来访问。11月份就是 APEC 啊，那你想，连续的这样的一个都是元首的外交，这个当然要用最有经验的啊，然后最有能力的来处理这段任务。所以我觉得王毅回国这个外交部部长，这是阶段性的任务。那这些任务完成了以后，我觉得中国大陆会在思考，如果说秦刚的身体恢复了，那可能就又回来工作，这也不一定啊。那为什么我会朝这个方向来思考？因为如果说今天假设了今天有马朝旭或者其他的人或者是这个宋涛啦，或者或者刘建超任何一个人，假设他来接外交部部长的话。那基本上来讲，由于在大陆里面，他的外交部部长是由国委来兼任，因为有4个部分，他一定是由国委来兼的。一个是外交部部长，一个是国防部部长，一个是公安部，另外一个是国务院的秘书长。这4位一定是由国务委员来兼任的。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由王毅来接的话，那等于是这个对于秦刚他的国务委员也一定要拿走。而且是在人大常委会是有权利来处理的，那为什么保留这个国务委员这个身份，而不是直接就换掉？所以我觉得很明显的，王毅回来只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以后可能又交出去了然后再由秦刚回流或者是由别人来接。我觉得秦刚回流的机会就留下一个空间，那留下这么一个空间，我就支持这个蔡委员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健康因素是几率最大的。当然，我们想观众朋友都很喜欢听八卦，情色绯闻啦、权交易啦、私生子啦，或者像葛莱仪之流的哎呀，他有私生子、美国籍什么等等。你如果知道美国籍，你是美国人呢，而且你是在美国的智库里面工作，你应该查出来了吧？那位孩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出生的我觉得。他的生父就是谁应该查出来了吧？那你为什么都查不出来也没有说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如果我要讲八卦，那当然投观众喜好，流量当然会高嘛。评论员就是希望流量高，观众就喜欢八卦，我们可以这样做。可是这样子我不负责任。所以即使我们都知道这样可以蹭流量，但是我觉得负责任的，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还是要根据事实来说话。那唯一的事实。也就是唯一的依据啦，不要讲事实啦，唯一的依据，那就是王毅正式的说，他是身体的因素，那我们就引用王毅的说法，是没有错。来请教彬哥，彬哥，我觉得当然目前秦刚的状况，外界还是暧昧不明所以也不确定他到底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除了外交部长之外，其他的职位如果都还是保留的，显然他目前没有完全像外界所说的这么严重，这是一个很明确。如果真的像这些绘声绘影，又有私生子，又是间谍，什么东西还会保留这些职位，那不是？那而且他剩下那很多党职，党职更严重，不是吗？应该要双开。对，所以我觉得恐怕外界讲的很多是不可信。那葛莱仪更有趣了，葛莱仪这么笃定他在美国有私生子，那如果真的有这种事情的话，葛莱仪又知甚详，那这个私生子现在一定已经被美国控制住了，100%。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有吗？如果美国真的掌握了秦刚的私生子，现在还不会大做文章吗？对呀，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不懂葛莱仪为什么要去扯这些东西，我觉得蛮奇特。反而是布林肯的回答还相对比较好一点，就是反正希望王毅，因为接下来他的对手就是王毅嘛，所以他当然是要跟王毅重修就好，然后是不是能够促进他手上的任务才是最重要的地步。那至于说去讲什么秦刚在美国人缘差。我必须讲你们忘了一件事吗？秦刚去美国的时候，你们理都没理他，你们没有人理他，见也不见他，那人缘当然不可能会好因为见都没见到，请问一下人缘要怎么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堆鬼扯，在我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的。那说真的，情报这种工作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像史诺登这个东西，他到底是不是间谍，其实都很难讲，因为当时他人已经在
俄罗斯啊。对啊，所以你说他真的是间谍吗？那我们这个陈念慈又真的是间谍吗？不知道。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难讲的。那就算有一些真的发生的事情，恐怕也因为国家安全的问题，他们永远不会承认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认为，今天秦刚如果真的发生所谓大家外界所揣测的事情的话，整个事情就不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看恐怕他面临的不是，因为如果说真的能够勾搭上秦刚的话，那面临的恐怕不是秦刚一个人问题，是整个系统的问题。没错，对啊，所以既然中共目前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去牵扯太多是没意义。甚至我看西方媒体已经有人在预测习近平政权要倒台了，这么严重？说他们内部不稳啊，然后完全被间谍渗透。所以我真的觉得有这样子去当记者真的蛮可惜，直接去当小说家会比较快。就是会声会影呢，还是要以事实来说话。不过说到王毅，他又重掌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啊，他第一个参加的就是金砖会议，他强调全球南方要团结自强，他认为呢要深化南南合作，要引领团结自强。而另一方面呢，布林肯有两面手法吗？一方面呢，他试图加强跟中国大陆的沟通管道，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布局南太平洋，并且警告东加王国说中国很坏，要掠夺性投资，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小心小心啊！这个幕后黑手就是中国。什么幕后黑手呢？会破坏你们良好的治理，助长贪腐的投资方式一方面说我要跟中国好好谈一谈，另外一方面我会跟南太平洋这些岛国讲说，你们要小心中国，他要来投资你，不是真的投资。而另外呢，美中的竞争看起来不可能停止啊！包括现在大家知道美国要总统大选了嘛，在2024年，而现在呢 ，Intel 的 CEO 季辛格他说了，他说这句话听起来有满满的威胁意味哟。因为呢，美中的科技战嘛所以他就讲了，如果没有中国客户的订单，我们 Intel 的计划在俄亥俄州本来要盖大厂那现在不用盖了呀。本来我们要在这里盖一个半导体的新工厂会创造3000个 Intel 内部的就业机会，7000个建设工程工作的机会，因为有硬体要盖嘛。可是这个新厂投资本来上看是1000亿美元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中美的科技战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这个必要性，大大的降低。他这样一讲必须讲。拜登政府可能会很紧张，因为俄亥俄州过去在美国大家有一个说法是，谁赢得俄亥俄州就可以赢得天下。为什么？它是摇摆州是胜负风向球。我们来看看俄亥俄州被称为美国大选的风向球，它有18张选举人票，在美国选举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候选人可以输掉俄亥俄州取胜。如果你 Ohio 这一州输掉了，你大概就输定了，大概是这个他们当地选举的分析，所以他某种程度在跟拜登政府有一点点在威胁放话，那我就不要在这里投资了呀，我不需要在这边创造工作机会了呀，是这样子吗？那另外我们看看中国的电动车超越美国了吗？网络上盛传马斯克密会宁德时代的老董要谈什么呢？共同在北美建立电池厂那这个宁德时代的一个新的电池叫麒麟电池，已经量装已经这个量产装车了，10分钟可以快速续航超过1000公里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国际间也很看好比亚迪成为汽车之王。德国的媒体更说，德国汽车恐怕会跌落全球的霸主地位。来看看美俄交锋在军事上面的，大家知道在叙利亚的上空最近美国公布一连串的图像跟影片。美国中央空军司令部说，7月23号，我们美军有一架正在执行反伊斯兰国任务的美军 MQ-9 无人机在叙利亚上空被俄罗斯的苏凯35战机投放照明弹攻击幸好没有受损，可是他认为这种挑衅很惊险他谴责俄罗斯那另外我们知道乌克兰战争还在打，那乌克兰的运粮船可能随时都有风险吗所以美国就说他要派
可能预派战舰护卫这个运粮船。如果你俄罗斯敢开火，你打打看，你这个就是跟北约来宣战。而另外你也可以看到，包括有一则新闻这是政客杂志它泄露出来的或者报道的一个新闻，他说中国输进俄罗斯的军民两用品足够装备整支军队。他们的内容说他们调查报道的内容讲说，中国秘密的向俄罗斯运送足以一整支军队使用的装备，很多的军武从防弹衣到无人机到中国装备出现在俄罗斯的市场上。所以凸显什么？西方世界可能在制裁不要让任何武器进入俄罗斯。可是中国大陆违反规定他的影射，他的报道是这样讲的：一整支军队的这个装备都进去俄罗斯了，是这样子吗？我们来先请教蔡博士，蔡博士你怎么看？来，王毅领军的这一整个外交的策略。今年在南非举办的金砖国家的峰会的年会，对于中国跟对于金砖国家其他的成员很重要，因为第一个，它要提升金砖国家运作的效能到另外一个等级，可能要谈到去美元化，谈到很多很多的议题。第二个更重要就是说，扩大金砖国家的影响力范围，有新的人要参加，有这个新人要当观察员等等。那美国当然看在眼里面很吃味，可是这个是中国在发挥国际影响力很重要一环，所以王毅担纲，这是理所当然等于是整个中国的举国之力要把金砖国家的事情给办好。我不晓得布林肯讲这个干什么，我开始怀疑布林肯脑部健康有问题这个什么叫投资，就是一种掠夺性的经济活动。那你美国去掠夺啊？你怎么不去掠夺？你拿美金去那边去帮人盖马路啊、盖机场啊、盖学校、盖医院啊，叫掠夺性的，然后会助长贪腐。当然，那种国家的治理不可否认，每一个工程的外包都会有一些贪腐的现象。那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不是中国的事吗？跟中国什么关系啊？包的是你们当地的厂商啊。那你美国呢？不要讲别人，美国自己在国内的工程贪腐更严重了俄亥俄州如果丢掉的话，拜登当然总统就梦碎了。所以前段时间俄亥俄州有一个火车出现了问题，就是一些化学物质外泄。第一个时间，川普就载了很多饮料水，就跑到那边去演讲讲老半天。你看，他说我关心我们美国人的生命，拜登都只关心俄罗斯人的生命，还调侃了他一顿，知道吗？这是讲的莫名其妙。目前宁德时代的麒麟电子又比这个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更进一步，是表示说中国在这方面研究发展相当的成功，而且正式装配上线，未来它独霸全世界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实在超前太久了。我不得不笑一笑这 Political 网站说，哎呀，军用两用的，他讲的是什么？防弹衣，他讲的是什么？无人机。俄罗斯很多人军方给他的俄罗斯是3级防弹衣，就很多俄罗斯的军官阿兵哥自己上淘宝网站去买4级防弹衣。在中国这个是连淘宝都买得到的，无人机淘宝也买得到，对，这叫什么秘密运送啊？你们，我觉得 Political 这网站的媒体朋友吧，太搞笑了一点了吧？对，要加油了来，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请教赖老师怎么看美中的竞争？我觉得这次金砖5国的峰会其实蛮重要的，因为他们要扩容。现在目前排队要进来的已经有40几个国家了，正式已经提出申请的有10几个国家，所以他们今年要讨论哪些国家要加入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他们会讨论到有关于金砖货币的问题。那如果说不是另外再创一个货币，会不会是用一个普遍大家比较共同接受的？那会不会人民币的地位会不会再上升？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我觉得在峰会召开前，王毅发表的南南合作，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在就是团结所有的发展中的国家。那团结所有的发展中新兴的国家是100多个，130-140个发展中的国家来对抗 G7 7个没落的以前的工业的国家。我觉得这7个国家会越来越孤立，那金砖5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全世界未来，因为他们的决定会影响更大的时候，那未来 G7 的会议
国际舆论的关注点就下降了，金砖的会议关注点就会上升，这一定会产生反差的。我觉得俄罗斯跟美国之间开始会有一些问题了，因为俄罗斯有提出2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7个条件答应了，我们就重谈黑海的协议。第二个呢，那也就是俄罗斯他自己本身愿意无偿或者是商业的提供谷物给这个北非，可是美国现在威胁我要打你，如果你攻击我的护舰的话，可是如果俄罗斯说你如果打我，北约打我的话，我就直接发动核武战，那彼此之间下来下去，到底谁会被吓到？是，记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彬哥怎么看？其实我刚刚看你们这个新闻，把我吓一大跳。哇塞！我想美国什么时候变这么有 guts， 直接就说哇，这个你敢来，我们就战舰护航直接开战。对，就后来发觉那根本不是美国的意见，是美国一个退休海军上将的意见。哦，所以你看，每次都是退休人呛虾很大声啊。对，那现任的每一个都不敢讲话，因为我想怎么会这么勇到这种地步？那如果美国这么勇，一开始就直接军援乌克兰不就结了吗？直接派兵去乌克兰不就打完这场战了吗？那实际上，黑海这边现在除了俄罗斯提供的条件，美国跟北约大概很难答应，因为他要求重返 SWIFT 一大堆这种东西。那所以我觉得北约是很难会有正面的回应啊。可是也没办法就僵在那个地方。但对俄罗斯来讲，他现在有个大麻烦，因为土耳其倒戈了。因为土耳其倒戈之后，现在就变成直接整个都翻脸，然后土耳其真的直接就完全倒向美国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来讲，它现在有个大麻烦，因为过去黑海这个地方它能够保证安全的原因，是因为土耳其其实在帮他守着波斯普鲁斯海峡，让北约的舰队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进。可是土耳其自己本身是北约的盟国啊，那现在如果他跟美国配合的这么紧密的话，他会不会开放海峡让北约的船进来？这个恐怕就有问题了。那所以我觉得，如果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你说未来直接在黑海起冲突，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哦。所以这个还蛮令人担忧的。那土耳其会做这么大的转变，据说就是因为那个俄罗斯这一次黑海协议他不签之后扣了300万吨的要运往土耳其的粮食，扣在那个地方，所以让土耳其整个抓狂。那我个人认为，俄罗斯如果不赶快去修复这个问题的话，恐怕黑海这边的问题会更多变数。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看看国民党茶壶里的风暴会就此平息吗？还是越演越烈啊？我们看到金小刀再砍小鸡，看到这样的标题，很多人一头雾水呀。金小刀金溥聪。侯友宜的执行长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点名罗自强，点名徐巧芯，说你们这些人恐怕是不团结的某一些因子。黄子哲他是侯友宜的发言人，他进一步说，虽然党中央没有明定规则，但是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大家都是政治工作者，应该很清楚行为会捧谁又伤了谁。他其实点名的是徐巧芯，讲的是徐巧芯跑去民众党的节目里头直播，另外3场连续帮郭台铭主持董事长开讲。他认为徐巧芯的这个事情恐怕要有一点自己的道德标准。巧芯今天有回应，我们来听听看。我今天是偷了谁的钱，或是抢了谁的钱吗？我今天有做了任何对不起侯友宜的事情吗？不要把现在的民调不好的情况都怪到别人的身上。我就问，为要案的时候帮忙讲过多少话？我帮忙追了几次戴伟山？你们自己新北市政府的人有没有做到？我们站在前线跟对方对打，被网军攻击，这个时候你们人在哪里？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说，我们又没有道德标准了？不能说因为你不开心，你就觉得对方没道德，我觉得这个是很严重的批评，我是完全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说法。你也可以立定相关的规则，只要有规则，我100%遵守。可是你不要对我情绪勒索。
国民党内还在枪口对内吗？我们看到大人们说话了，包括赵大哥赵少康，他在脸书上面说啊，全代会结束之后，整合的工程才真正开始。他针对的是郭台铭，他说郭台铭，你你只是想出一口征召过程对朱立伦不满的气，而且是恶气啊！你生气，你想出一口气，结果搞得乌烟瘴气哦。他说郭台铭自己知道啦，非绿阵营分裂下的胜算不大，最后没有选到底，但这么一折腾，蓝军的士气被掏空了哦。我们看到何启胜哦，他是资深媒体人，也是我们的前辈哦。他预言侯友宜未来有3个选择，第一个是依照朱立伦什么都有可能的布局，接受柯侯配，也就是侯变副手哦，国民党变副手哦，柯文哲变正的哦，金小刀自此退出战局。第二条路是什么？金小刀以金小刀的规划为主，心战到底，我打到最后一滴血挺着胸膛倒下去都没有关系这个好惨烈哦。这将面对下架民进党为目标的道德压力，因为选民要的是下架民进党，你倒下去到底便宜了谁呀？这么悲壮，到底是为哪桩？第3条，侯友宜不玩了，主动退选，这干不可怜？等一下请来宾告诉我们哦。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柯文哲的选择。柯文哲最近呢，其实被绿营夹杀很严重，还有一些激进党小绿也在杀他，大绿也在杀他，杀他什么？杀他丑女，杀他艳女激进党的吴欣岱上节目说：“你柯文哲，你不用泡奶粉，也不用换尿布啦，你大男人呐那他的老婆陈佩琪医师跳出来呛吴欣岱说：“关你什么事？有爱到你吗？”两个女来骂去这陈佩琪她是透过脸书写的，她说：“我们夫妻这样互动，爱到你什么事了？你医生不好好当。”整天上节目拿通告费消费我们夫妻吗？吴欣岱回应他说哪有只让你们讲别人私事，别人评论你就说是家务事的道理？这个我只是客观的说出多数职业妇女不喜欢这样的家庭分工模式，这不是抹黑还是评论你的家务事顶多是一种平衡报道而已。哇我都不想讲什么咬什么一嘴毛大家混战。另外呢，柯文哲要面对的是北流的烂账未解吗？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柯文哲本来讲说这是他的公基结果现在呢，1.9亿元的工程款没有结清，每个月好大一笔的利息钱由蒋市府来承担。今天柯文哲呢，他拍了一支短片放在他的脸书上面，里头娓娓道来。他说：“北流我盖的，我负责；监察院要查，我不怕，我对历史负责。”可是呢，监察院的监察委员赖正昌他自己去主动去申请调查，他说要查这来对有贵要查北流欠款案。柯文哲说：“我盖我负责。”北市府说你拍影片不能解决问题里头还有很多是你的错你看到也是各方的攻防那另外我们看看赖清德的部分，赖清德就要过境美国了哟他之前的白宫说他说他的政治目标最后就是要进入白宫嘛，可是是不是触到了美国的红线过境美国可能很难有特殊礼遇，恐怕连 AIT 总部都很难进去最后可能依往例过境洛杉矶、纽约那很难以副总统的身份走进 AIT 总部，感觉规格真的会比较低那淡大研究所的教授李大中也说了这个华府的智库两岸学者呢，都对赖清德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有疑虑赖想透过行动向美国表态，说是要蔡归赖随，可是赖清德不是蔡英文，这是最大的问题。今天有一个最新的讯息透过我们政府的这个宣传的机器宣传出来了，说立院3读通过台美21世纪的贸易倡议，这件事情其实讲很久了本来连立法院都不想送进去的，最后在民意的压力下送进去了，也如期的3读了，没有悬念。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都在脸书里头大大的称赞
称赞说，这是台美自1979年以来结构最完整的贸易协定，也为未来台湾和美国洽订自由贸易协定 FTA 奠定更稳健的基础。只是它没有实质的内容，大家知道，它只是一个规定，一个框架。来，先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从这个巧芯刚刚其实有点生气哦，那个回应，我是觉得，但指责是受命要去展开这样的一个喊话，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喊话本身是没什么道理。为什么没什么道理？就是你党如果根本连规则都没定，然后你自己的主席都在喊执政大联盟，那你叫你们下面的小鸡不准乱动，那请问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就还是国民党的规定是只能主席喊，其他人都不准喊，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不然的话，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因为你们的主席自己在全代会喊要执政大联盟啊，是，然后你再告诉我下面小鸡谁跟柯文哲走在一起你就有问题，而且我们不是用法律约定，是用道德约束你。这听起来超奇怪，他是跟郭台铭走在一起。对啊，那跟郭台铭走在一起也是一样啊。主持节目，柯文哲好歹还是民众党的主席，郭台铭，请问一下他是哪一党的？什么也不是啊。对啊，所以那请问一下，你到底在约束什么？我觉得这非常奇怪。如果你们要执政大联盟，郭台铭是不是也是你们要整合的目标之一？所以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要么如果你真的觉得都不准，那就像徐小新说的一样啊，我觉得你把直接明定这次选举谁接近郭台铭，谁接近柯文哲，我们把他开除党籍或者停权，随便你啊，反正这是国民党自己的事。但如果你规则都不定，然后用道德这个大帽子扣上来，请问一下，你叫人家何所适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笑。而且我想请教一下，现在侯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争取所有支持的力量，不是帮自己制造无数的敌人。那你现在开炮打自己的小鸡，请问一下，你到底想干嘛？我不知道到底想干嘛，所以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操作方式。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一直觉得国民党很奇怪，就是你们都没有办法自己私下沟通吗？假设你真的对徐小新这样做不满，好，侯办对他这样做不满，你们没有办法私下，你们跟徐小新不是也在侯办吗？好像是金老师有邀请他，是啊，那你们直接跟他讲不就结了吗？可以打个电话给他。为什么要用隔空喊话的方式？我不懂所以这到底在演哪出？我完全看不出来。然后郭台铭董事长现在就是一直拖，一直僵在那个地方，即使喊出了虽千万人吾往矣，还是不动。我也不知道，那你喊虽千万人吾往矣到底在干嘛？这什么意思？我听不懂。虽千万人吾往矣也是前面挡1000万人你都冲过去了，可是你说虽千万人吾往矣，然后我继续不动。那这到底干嘛？看起来很像是赵大哥讲的这个啊，我就是拖死你们这些人。我拖到后来，让你那个侯友宜的支持度垮掉了，顺便连柯文哲的支持度一起垮掉了，所以搞了个半天，郭台铭是来帮赖清德助选的，是这样吗？因为再这样拖下去，我觉得看起来很像是对赖清德好处最大。那是在帮赖清德助选吗？我不知道，郭董自己去考虑。然后柯文哲跟吴欣岱这中间这个，吴欣岱基本上就是这个什么东西都要酸的。但他讲一句话很好笑，就是你要做什么结论，我也懒得评论。但你说这叫平衡报道，请问你记者？对，你在平衡报道什么东西？也觉得好奇怪哦。你是记者吗？你又不是记者，你在平衡报道什么东西啊？所以拜托，不会用字、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真的是鬼扯一通，不知道这个人在胡扯什么。北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工程要追加预算，追加预算，柯师傅一直希望中央买单，那中央就告诉你我不要买单，然后双方其实已经吵了2-3年，然后后来到最后这一批。柯师傅又上了公文之后，然后刚刚7月11号公文下来说我还是不要买单，所以现在就变1.9亿掉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而已，事情就是这么单纯。那其实有人在质疑的就是，虽然是那个你知道中央有说帖哦，说高雄也是一样，我们叫他自筹啊，可是他给高雄的补贴是比给台北多的那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柯文哲既然说他要负责，那监察院现在也要查，那就赶快去查，看看柯文哲有没有责任。我希望他有责任，最好把他抓起来关，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样最好这样省事啊。那至于赖清德是现任的副总统，本来去美国就不可能受到多高规格的待遇，因为美国官员现在本来你有这个身份，我就要避免跟你接触，这是很正常。蔡英文去也是一样。是。那尤其是现在白宫正希望缓和跟中国大陆之间关系的时候，你会想会有什么好的待遇？这基本上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是，来请教蔡老师。
国民党全代会之后，应该要不断的去争取友军，而且要塑造一种包容的气氛才对啊。怎么搞的？金溥聪就在拿起刀砍罗智强，黄子哲拿起刀砍徐小新，这是哪一个戏呀？罗智强跟徐小新，我不客气讲，是我们国民党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民党最强的战将群之一。那你金小刀，你侯友宜都还没这个行情再讲句难听一点好不好？这徐小新的选区跟罗智强的选区都要过半才会当选，他们2个人在选而已嘛，要过半当选。你侯友宜在里面这个选区里面不可能拿到过半嘛？你不拜托他，你拜托谁啊？那怎么还底下的幕僚还拿刀砍这2个最重要的竞选干部啊？不要说竞选干部了，不是干部了，好不好？就是我们竞选的伙伴们，这个逻辑我听不懂我真的看不懂。我就怀疑说，到金小刀你真的要帮侯友宜，还只帮自己制造声量啊？这很怪少康兄，我基本上同意一部分就是说这个郭台铭在那边这个要选不选，真的可能会使得整个气氛有点的凝固。但是他选不选，跟侯友宜民调低没有关系啊。这个所有的民调都显示说，照这个郭台铭的民调影响的是柯文哲，不是影响到侯友宜啊。主要影响柯文哲，所有的民调都是这样呈现的是。难道我不晓得这个时候去怪郭台铭有什么意思呢？搞不好国民党应该正确做应该鼓励郭台铭来选一选，让这个柯文哲民调掉下来，比较愿意跟侯友宜来谈判。搞不好这个战略才是对的那至于这个何启胜讲的这3个有点危言耸听了可能看着这个伙伴会胆战心惊啊。柯文哲可能这段时间最受冤屈的人，怎么说呢？其实我看过去，民众党根本就跟妇女党，有没有？都是女生，对，举的是名字都是女生我不晓得民众党有没有男生，我也搞不清楚你看什么蔡壁如啦、黄珊珊啦、黄静莹啦，我举的所有名头都是，对啊，我举不到第2个男生可以记得住对，所以我认为我的眼中他是一个妇女党，民众党就是个妇女党，怎么搞个老半天说他是厌女的人？一个厌女的人会用了那么多妇女干部吗？这个逻辑上说不通。但是可不要忘记这2天这个民进党请全力在打柯文哲是有效的，所以柯文哲民调有一点的走低，但我认为这个会很快就过去了，只是看柯文哲他们应付的好不好而已。他明明就是妇女政党，你要他说是讨厌女人的政党，这个是逻辑上不通。至于北流的问题这个应该是柯文哲回应不好我要说一句公道话，你们都没资格讲话。讲话的是争取北流到南港盖的人，立法委员叫蔡正元。我跟你讲当时在盖这个北流的时候，因为就是在住宅区，因为我当时花了很大力气，他本来是要盖小学的，我劝了所有的民众接受说把小学搬走，不要盖，来盖这个北流中心。今天才有北流中心那这北流中心盖的时候，因为在住宅区旁边，它的噪音防治就是比高雄要贵很多嘛，是，所以无形中多出我印象中好像6亿还8亿的一个噪音的防治预算。那当时陈立秀当这个什么文教的主委，我就找大家协调，他答应付一半那可能我没有当立委陈立秀没有当主委，这是不算数了。所以柯文哲大概炒的是这一笔钱那钱的事情不是中央出，就地方出嘛，这没什么好吵，因为已经盖好了嘛。那盖好了，我看不懂这个有什么欠款利息好去增值的？他是说利息要多付，每个月多付80万，不是嘛？浪费公帑啦，这不叫浪费公帑嘛？因为你中央如果是今天只是中央去借款来的，中央钱也是借来的是啊，也要付利息你地方去借钱也要付利息这个利息就是你没有付完款本来就要付的。我问你，这有什么好吵的？只是谁付而已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李四川可能也不了解这个背景那可能柯文哲不了解这个背景，我当然最生气的怎么北流成立没有邀请我去对不对？应该请你去剪彩。对我是觉得这些人忘恩负义都该打屁股。今天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是蔡委员那个时候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争取的。因为郝龙斌跟李永平就清楚了，他们都不在位了。是，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呢？国民党继续在吵嘛，没关系就再吵下去再相互对骂下去那骂到最后呢，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党友或者是深蓝的，他不会去投票了，他总统不会投，立法委员也不会投，继续骂，继续吵，继续斗，就尽量下去，到最后全部都落选。不要以为说只有侯友宜会落选，其实立法委员照样会落选。不要以为说你是在深蓝的选区没有问题，
深蓝人不去投票，你一样落选，继续骂嘛，拼命骂下去，再吵下去，继续吵，到今天为止还不懂得团结，还不懂得政治就是一个态度，就是一个立场，没有什么明白的游戏规则。今天假设是马英九当初要出来选，我讲的是这个10几年前，那个时候谁敢跑去第三者那边去站台？谁敢帮他去主持节目？没有人敢，不用定任何游戏规则，谁也不敢去。为什么？因为马英九如日中天，胜选在望，大家都往这边靠，谁还敢跑到别的第三者、第四者的这个独立参选人，或者是谁去站台？没有人敢了。我坦白说，就是不会有人敢了，甚至连亲民党也没有人敢去跟他站台了，都别想了，因为他会连任，因为他会胜选，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政治立场。今天就是侯友宜看起来排名第3了嘛，对，看起来不会胜选了嘛，大家就开始计算自己的选票，我需要一点点蓝的选票，我需要一点点这个白的选票，我需要一点点什么选票，算来算去以后我就去了嘛，啊，我需要一点点郭的选票，什么都来了，所以其实不要把自己也装得很神圣、很高尚，其实都是为了利益、政治利益计算。好，再继续吵，我们就看着你们在吵，你们再继续闹、继续打，很好。打完了以后全输，国民党打烂了，重来，是整个打烂。坦白说就是这样。我觉得赵大哥他是在劝郭台铭说可以了，啊，就是可以了，因为你这样做你自己不可能当选了嘛，你也不可能获得国民党的征召嘛，那也不会有机会了。那你再继续做下去，你只会让国民党的人那么更失望、更惨。就这样子而已，他已经把他的立场。可是我们都知道，赵大哥跟郭台铭也是有很深的交情的。是，他今天都为了国民党，为了国民党全代会通过的唯一的候选人，他都要敦请劝说了。我觉得我知道他的写这篇文章，他的立场，他的态度就出来了。你说郭台铭会不会不开心？当然会啊，但是他在做选择了嘛，那也就是赵少康的选择出来了。至于泡不泡奶粉，换尿片，我在家泡奶粉，我换尿片，我也没有多了不起。所以老师也有泡奶粉换尿片。3个孩子都是我泡的。那蔡委员也是，他也是啊，他养的好的不得了嘞，谢谢，对不对？然后半夜起来都是我在弄啊，但是有没有比较了不起？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是分工，是夫妻之间讲好了就可以了。那如果太太觉得你不需要做，那就不要做嘛。是，本来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但是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对柯文哲很明白了，就是指定把他咬死，他就是丑女厌女。是，坦白说，任何大小事，他只要把它凸显，他是丑女厌女。这一招当初也用过，用在谁身上？用在韩国瑜身上啊，草包。对，草包是草包。你看我连讲3个草包，就是一直讲他草包，印象就有了，就刻板印象。现在就是对柯文哲用同样的策略，丑女厌女，丑女厌女，丑女厌女，然后大大小小的都是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把它定位了，然后标签就撕不下来了，小片都撕不下来了，对，破解它就可以了。是。